大家好，我是大伟。脸上皱纹多、褐斑变深，这是衰老的表现吗？有很多人认为是的，我告诉大家，并不一定啊。那么我们身边并不缺乏明明60多岁的年龄看起来和40多岁差不多，也不缺乏一个人年龄40多岁看起来却像50、60岁。那么为什么两者之间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其实这和我们面部的一张看不见的经络网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个经络网是什么呢？它负责咱们面部的整个的一个代谢。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经络网是时常疏通的，那么你的面容、面色，包括你脸上的这个皱纹一些不好的一些比如褐斑都能够代谢掉，所以你看起来会更加的年轻。那么如果你的这个经络网它时常是紧皱在一起的，同时这个经络网没有把它舒展开来，里面是堵着的，那么它在我们的面上就会留下一些积累的排不掉的一些毒素。这些毒素呢，其实在我们脸上呈现出来就是一些褐斑一些深深的一些皱纹。所以呢，今天我要教给大家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只要你每天能够跟着做一次，不用多久，你就能感觉到自己面部的一个神奇变化。而且最关键的是，每次当你做完，你都能体验到这种面部微醺发热，这种气血上涌的感觉，非常的奇妙。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大家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以免弄丢了找不到了。我们现在来开始讲动作。做动作之前呢，咱们需要准备一把绿檀经络梳。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把梳子呢是纯实木制作，不仅能够更好的贴合我们的皮肤，更能够快速疏通我们的经络。居家备上一把真的是非常的好。接下来呢，我用这把梳子来给大家演示动作。首先呢，打开我们面部经络网，一定要从下往上去做。先从下巴这里开始我们用最大的一个齿头点住我们的下巴。你看，像我把头抬起来点上去，这个点点进去以后下巴低下来，然后左右拨弹这个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用大拇指去顶进去看一下，顶上去以后下巴低住，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这个舌头要放松舌头一紧的话，它里面的肌肉就顶出来了舌头放松，你用大拇指左右进去拨一拨，我用梳子来代替你看，左右晃动大概10下到20下，会微微的发酸发胀。那么这个点非常重要我们要把这个筋先给它揉散开来。好，这根筋揉散了以后呢，我们再用这个梳子最上面这个齿头你看贴着我们的下巴这条线，看往上去推。1，看到没有？2，这个有什么用呢？就是把我们下面这个经络网的边缘给它打开同时呢，我们在推的时候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塑造我们的一个面容，我们的脸型。也就是说，脸型看起来会更加的好看。而且有很多朋友你会发现就是说长期，比如说你这个经络网比较不好的堵的，它的下巴这里会有赘肉就是我们所说的双下巴，其实也是不通的表现我们就这样去推，头微微的小昂一点点，然后这样去推这条线推大概在10下到20下这样的话呢，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代谢开关你有下巴上面有赘肉的，或者这里感觉不通的在推的时候，其实你都能感觉到把这里给推开来就好了。好，我们右边做完，左边也一样，就这样顶着往上去推记住是用这个大齿头的边缘，它有一个凸起然后用这里顶上去，正好卡着我们的颌骨你看往上去走推着这个边缘往上去走，10下到20下。好，在推的时候不要过快慢慢的要渗透的感觉你的经络被疏通，一点一点的往上去推如果呢你感觉你的面部的肌肤比较嫩的你可以撒一些这个护肤乳配合着一起去推。像我呢，直接用这个梳子，因为这个梳子它很光滑，所以做起来呢不会伤害我们的皮肤。好了，我们下面做完了以后，此时你的下巴应该会感觉非常的紧就这个紧你自己能感觉得到。然后我们把这个梳子你看定位怎么定呢？一个上面的齿头定位在我们的鼻翼上方下面的呢就贴在我们的下面你看就贴在这个点。好，放好了以后往上。梳子你看这样一斜着往上去推推到我们的耳朵这里
1、2，这个是什么呢？把我们的面部啊给它疏通开来啊。在这里啊，有很多人啊，他是推起来是酸酸的、胀胀的，而且能感觉里面有一些不通，有一些小的一些疙瘩和筋结啊，他能感觉出来。用这个梳子推的时候，明显就出来了啊！这些其实啊都是你不通的点。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神奇的事啊，就我们这样去做上一个30下啊，不要做多。面部的话，千万不要做多，就是20下到30下左右啊，缓慢轻微的往上去推啊。推完以后，你会发现啊，这个面部由内而外的发热。为什么会发热呢？其实就是你的代谢开关打开了，我们的面部的经络给它推开了。它这个发热是非常好的啊，促进我们面部的一个气血循环，把一些不好的杂质啊给它代谢走。所以很多人啊说他的面色不好，你这样推一推，慢慢的你的面容面色啊就会由啊里面是发红的啊，看起来非常的好，很有气质，非常的好看。好，我们就这样去推。好，推完了以后呢，你看我们右边推完，左边也一样啊。这里左边简单的演示一下啊，就这样去推啊。就这样去做好。那么推完了这一点以后呢，我们还要再去画一个7字。什么叫画7字呢？你看，一样是用这个大齿头啊，定着我们的这个鼻翼，然后往上推到我们内眼角，顺着我们的眼袋往外啊画过来。你看，1啊，大家看好啊，看这个轨迹，我手指给大家1画过来啊，可以画长一点到这个位置啊。你看，闭上眼睛，1、2，动作轻微啊，3，这个是干嘛的呢？这样多做一做，把我们鼻子这里啊经络给打开啊，这个非常重要啊。4，你就这样去做。5，它每一个步骤啊，其实里面都有很多的意义啊。6，如果你懂的话，你按照这个步骤去做，你就明白了啊，这个动作非常的好。7，啊8。我们也不要做多啊，特别是眼睛这里，你不要做的很重，一定要轻轻的、慢慢的去推啊。因为你做重了以后呢，很多人啊他会发现这个眼袋它容易水肿啊，就肿肿的。所以我们轻轻的推是没有关系的。力度是什么样呢？就是我们大概点上去啊，然后划一下，你看点上去，划一下，点上去，划一下，好，就这样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做完眼睛以后，最后一个步骤是哪里呢？你看。刚刚我们所有的点都是往哪推呢？往我们的耳朵部分推啊？为什么呢？因为耳朵这里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集中啊处理一些不好的杂质的位置啊，我们把它集中推在我们的耳朵这里，然后最后呢，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头中间，你看一直刮到哪呢？把耳朵刚才带过来的一些不好的物质啊，你看从耳朵后方一直往下刮到我们的脖子这啊，刮到我们的脖子这，你看。1啊，你看耳朵下来以后，这个手这样一转啊，就把我们的脖子给刮通了。2、3、4，在这里呢，这个手法上面你可以重一点，就是我们的头到这里可以重一点啊。5，一样的，你在做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很多的筋结啊，你随着我们的推刮，这些筋结会变散。同时呢，我们刮到脖子这里，会把一些刚才聚在这里不好的一些物质啊，给它代谢走。啊，就这样。好，我们一样是做个20下到30下，左边也一样。1、2，我们脸上的这个经络网啊，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去把它打开啊，你千万不能把它反过来。比如说，你先做这个动作，后做这个动作，把它顺序打乱就不行的。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我今天给大家教的这个顺序啊。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叠被单一样啊。叠被单啊，它4个角你必须要把它先对折，再对折，这样的话你被单叠出来才整齐。如果你随便啊就窝在一起的话，它就会一团糟，对吧？所以我们做这个动作啊也是一样啊，就是你看从我们的头部往下刮，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每个步骤啊都非常重要。好，当我们把每个步骤都做完了以后，这4个步骤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脸部啊从下到我们的耳朵后侧到我们的头部。都会发热，这种发热是一种微醺感，从内往外的，非常的舒服。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只做了这半边，我的右边是用心做的啊，虽然没做多少下，
左边基本上是一带而过，没怎么做。那么现在此时我的感觉呢，就是右边发热，左边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感觉。然后活动起来讲话的时候，我会发现右边的这个脸部啊，它更有质感，紧绷绷的，而左边呢就没什么感觉。所以你们做完的时候啊，你可以做半边脸，就像我一样。做半边脸，你感受一下对比，自己做完以后的感觉，才是这个证明这个动作好坏的一个最好的印证。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希望大家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以后每天就跟着练。你经常去做一做啊，就会发现你的面容、面色，包括你的状态都会变得更加的年轻。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前两天有个宝妈私信我说她自己的孩子有腺样体肥大，现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张着嘴巴去呼吸，她自己看着心里面特别的难受，问我有没有方法能帮她很好的去改善这个问题。我们首先给大家先讲一下什么叫做腺样体肥大。腺样体肥大呢，其实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睡觉的时候她嘴巴是张着呼吸的。那么经常张着嘴巴呼吸，第一个它会改变我们的面容面貌，下巴往内缩，嘴巴往前拱起来啊，就形成了一个典型的腺样体的一个面部特征。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的面容面貌改变了，你里面的牙齿啊也会受到一些挤压，导致了牙齿排列不整齐。第三个呢，就是长期口呼吸，如果说你堵着啊比较严重的话啊，还会导致我们睡觉的时候短暂的这个呼吸暂停，然后导致我们的血氧下降，从而呢会影响到很多孩子正在生长发育的一个身体。所以呢，一旦孩子有了腺样体肥大很多家长是既揪心又焦虑，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孩子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他问问题问到我这里是说来是非常的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概在1年半以前我家孩子腺样体肥大这个问题才刚刚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其实也是困扰着我们家非常的久。我们家这个孩子他腺样体肥大，也去医院也去检查过了，然后呢也没有达到一个标准就是去做这个手什么的一个标准，所以呢后面就没有办法，看着他孩子每天也特别的难受，怎么办呢？我就找到了我的师傅。我的师傅呢就跟我讲说，这种问题多数都是由于体内的湿热脾虚去引发的。想要把这个问题给它改善掉，其实也非常解决，就是把孩子的这个脾给它去养好，把这个湿热给它降下去，给它散去这个孩子他的这个腺样体就能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最起码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嘴巴不会再张了。当时我就跟我师傅说，你怎么去说我就怎么去做，因为我的师傅也是在业内非常有名的一个老中医的，非常厉害。所以呢，我的师傅呢就给我说，你去用一个这个温胆汤去泡脚。那么温胆汤呢，他给我开了一个方子然后让我去泡脚。当时我就记得家里面是大大小小买了很多的中草精华，然后每天都把它分堆的把它配比好，每天就在这个锅里面去煮，煮完了以后把那个水提炼出来，放到这个泡脚水里面，每天晚上给孩子去泡脚，泡上10到15分钟。你别说，就这样前面3到5天你观察不出来，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看。然后到了第6天、第7天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慢慢的这个就呼吸就好很多了，直到1个月以后，他这个嘴巴就闭起来了，完全是用鼻子去呼吸，就是鼻呼鼻吸这时候我们才放心。我今天分享给大家这个方法是什么呢？这个方法大家可以去尝试。如果你的孩子就是正在是有这个腺样体的一个困扰睡觉口呼吸，那么你也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温胆汤。我给大家找的是一个这样的已经是加工好的温胆汤，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一包。这一包呢，我也是仔细的看过，包括现在呢，在冬天我自己和孩子泡脚都用这样的。它是已经把那个温胆汤已经提取成了精华，就像这么一小包，直接我们把它袋子撕开来，然后放在泡脚水里面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省事。这个温胆汤呢，其实很多人对它不太了解，它呢是孙思邈誉为是千古一方。对于一些脾胃不好的身体当中湿气重的，你就用温胆汤每天去泡脚，大人小孩都能用，特别是像小孩我们家用的对于整个这个腺样体肥大都能带来很好的一个改善。温胆汤怎么去用呢？我们泡脚的桶这个水根据我的经验一定要到这儿越深越好越深越好。然后呢，如果说你的水过深了，我们一次去泡上2包把它撕开来。水温呢，
现在都是智能筒，你可以设置在42度左右。如果不是智能筒呢，就是你把手伸进去微微的有一些烫微微的有一些烫。这个时候呢，大约也是在42度，这个时候就能把这个温胆汤的力全部发挥出来，然后让它顺着我们的经络，给我们的身体里面做一个大清扫。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如果你家的孩子睡觉口呼吸，或者感觉孩子他的脾胃不太好，自己身体脾胃不太好，你就可以把这个温胆汤去放在泡脚水里面，每天泡一泡。而且呢，这个方法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孩子泡完了以后，你把这个水加热一下，家人也能泡。一大袋子这个温胆汤全家人都能去用。好，这个方法呢，今天就分享给大家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人的根在腿，腿的根在胯，练胯又练腿，到老不受罪。大家听这个顺口溜是不是特别的顺啊？那么今天给大家画个重点就是说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我们的一个胯部。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也非常的特殊，就和我们上面讲的一样，我们的腿的根部就在于我们的一个髋关节，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胯部。这个位置为什么重要呢？大家看我们无论是走路还是跑步，是哪里在转？就是我们的一个髋关节。你可以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腿只要摆动起来，都能感觉到我们的一个大转子在里面来回的摆动。那么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他感觉腿脚没有力气走路没有劲，是哪里出问题了呢？其实大多数都是他的这个髋关节，你看摆动幅度一天比一天小，那么久而久之就会感觉这个腿部的力量不够了。为什么说这个胯是腿的根呢？还有一个隐藏的属性就是我的这里，我的腹股沟这个下面藏着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气血通道也就是说我们的胯部是这里的一个总阀门，经常把胯给它打开，就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气血通道流向脚底的这个气血运行会越来越好，循环代谢也会越来越好。好了，咱们讲了这么多，胯部重要是希望大家了解到它的一个原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讲怎么样把我们的胯部给打开，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大家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开始来讲解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简单，我先给大家演示一遍，然后把动作拆分开来给大家讲细节。动作怎么做呢？你看腿这样去摆，摆好以后，你看转胯，转完以后踢好，再回到原位，转胯踢再来转胯踢很多人看完以后说你这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简单嘛，但是呢你们自己去做，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其实并不简单。好，现在我们来做动作的拆解你看腿先往外，然后呢这个时候注意我的大腿要有一个微微的内旋，你看把这个腿放外面，然后脚尖点地，大腿内旋。此时你会感觉这里我手指这一块有根筋扯着晃这里呢其实就是大家紧的地方。小腹微微内收，然后呢开始怎么做呢？你看腿抬起来转转往外面转转的时候呢，你看脚尖要勾着，勾上去到你的极限往外面转不动了。好，怎么办呢？你看往下去踢。踢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怎么去踢非常重要你看这个腿是往外，你看旋着往外，然后我们往内旋去踢，看这个脚尖的一个方向，往下踢的时候脚尖下压你看这个动作非常的玄妙就是我们做的时候不仅仅是把这里我刚刚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给它拉开了，同时呢我们在转的时候打开了我们的胯，再往下踢的时候促进了气血往下去走所以这个动作我要如果不讲，你可能不会明白，就感觉这个动作很简单。我讲了以后，你们把这些细节知道了以后呢，自己去练起来的时候感觉就会不一样。那么这个动作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大家做的时候手一定要扶着墙。假设我这里是一堵墙，你扶着墙，你看慢慢的把这个动作的感觉找到，往我们的前方去进行一个往下回旋的一个踢，脚尖点地脚尖往下绷，然后回到原位，再来转踢再来，你看转踢就这样。你们做的时候刚开始一定要扶着墙，不然的话你的腿部不稳，很容易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就是身上在扭动。那么身上一扭动，你这个动作啊就立马就乱套了啊。所以呢，这个动作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啊反复多看几遍啊，把这个细节给学到。那么你做完以后啊，活动一下腿，你看我的左腿没做，我的右腿做过，明显啊抬起来的时候，我的右腿啊变得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舒服。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也就分享到这里了啊。我们一般左右腿都要做，一条腿啊做上一个30下到40下左右就够了。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如果你没有关注的，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啊，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咱们来讲一个腰上面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是，但凡腰不好的人描述自己腰上面的感受啊，总是千奇百怪。有的人说久站不舒服，有的人说久坐不舒服，有的人呢说自己的腰上面空空荡荡的，有的人说是腰上面啊发凉，有的人说走久了以后啊，这个腰连着腿啊一起啊都会有一种酸麻窜麻的一些现象。其实呢，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点是什么呢？只要你让他们啊去转一转自己的腰，到某一个特定的角度啊，保持一会儿，他们的腰部啊都会变得非常的轻松。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就是我们腰椎深层的一些僵紧的一些筋啊，你没有把它完全的解开。今天我要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啊，你只要能够跟着我去做上一个2到3分钟，你会发现你的腰部啊特别的轻松。而且这个动作有个神奇的地方，神奇在哪里呢？就是你只要经常去做，它就能够很好的拉开我们腰部僵紧的一些筋，从而增加我们腰部的一个局部代谢。而且呢，经常去做一做这个动作，还能够增加我们关节间的间隙。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啊，大家跟我看完以后，感觉这个动作感觉有用的啊，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动作收藏起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咱们这个动作呢，源于道家，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养生动作，叫做小鹿摆尾啊，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那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呢，手是撑着墙啊，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然后腿在来回的一个摆动。那么我现在在公园，我只有护栏，所以拿护栏给大家演示。大家在家里面手就撑着墙就可以了啊。那我手现在撑着这个护栏上面，大家从后面看一下啊，我的姿势是什么样呢？你看腿部啊，先往一侧啊去迈啊，尽量的把腿部往边侧啊。这样的话呢，你看我的腰部，我的腰部啊是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啊，完全的啊拉伸伸展的一个姿势。此时你会感觉腰部经常僵紧的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他会感觉这个腰上面像2根大麻绳一样啊牵着扯着，有这样的感觉。其实这是好事，为什么？证明着这个动作啊能把你腰上一些僵紧的筋啊给解开啊。我们就这样，你看，先慢动作1，保持2到3秒钟，先把我们的腰椎啊活动开啊，就这样啊，来回的啊把这个姿势啊反复去做。缓慢的去做，把我们的腰部啊先打开。好，就这样。好，当我们反复做了一个4到5遍以后，你的腰部的筋已经达到一个初步的伸展以后，我们开始利用这个腿脚的一个惯性，开始把我们的腰椎啊进行来回的摆动。而且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骨盆也会做不同程度的侧倾，从而拉开我们腰椎的一个间隙。好，大家看啊，你看1、2。看我的腰部啊，主要看我的腰部啊，大家看啊，3、4、5、6、7、8，好。那么在这里呢，讲一个细节啊，就是我们脚啊，在往对侧啊去进行一个摆动的时候，快到点位的时候，到你的啊这个极限的时候，我们的脚尖要往下压啊，就是说你看压啊，你看。压着脚尖去摆动啊！大家看这个细节很重要啊！你只有把这个动作的细节做到位了，你才能让你的伸展幅度达到最大化，从而给我们的腰椎能带来最好的一个帮助。好，我们再来啊！1、2，注意看我的屁股啊，还有我的一个脚尖。好，就这样。好，做完了以后再换另一个脚，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动作啊！我们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好。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活动一下你的腰部，你会感觉不仅仅是腰上面的筋啊给解开了，
而且呢，你的腿脚还有一股暖流往下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动作松开了腰的同时，还把我们腿上的气血增加了它的一个循环代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所以建议大家每天把腰去摆动一个20下到30下，坚持一段时间以后呢，你的腰部就会越来越松。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一定要点一波关注，因为在别人那里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肾气不足的人在冬天是非常的受罪，往往有3个特别明显的表现啊。第一个呢，就是身体特别的怕冷畏寒。特别是腰部和膝部特别会感觉寒凉，就感觉这骨头里面都凉飕飕的这个呢是最典型的表现。第二个呢，头发在冬天特别的干枯，而且呢白头发两翼的这个白头发特别的多。这个头发又白而且又干枯，而且呢你轻轻的这样一拽，它还容易折断。这个呢就是第二个表现，因为你要记住一句话：肾主骨纳气，其华在发。第3个呢，就是肾气不足的人身体会变得特别的虚弱，总是容易去招惹一些小毛病缠身。大家看，这3样都是肾气不足的表现。那么肾气不足的人，如果想要提高自己的肾气，让冬天过得更好，怎么办呢？我在这里教你一套方法，这一套方法你只要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了，就能让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肾气一天比一天足。第一个方法呢，叫做壮合谷非常的好。就是你看我手画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合谷。你看手这么一合起来，像不像2个山峰合在一起？所以叫做合谷。2个合谷对靠在一起，然后我们来回的敲击，每天就这样去敲击200下就这样去撞。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阳气口、肾气口把它撞开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手上面热热的，脚上面热热的。这个方法要每天做，一般来说，你坚持10到15天，就能让自己的肾气打开这个是我教给大家的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我们说3分练7分吃，补充好肾气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吃。在吃的上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小零食，就是这个黑芝麻丸。古人对它的描述是长力气，甜老髓，久服轻身不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黑芝麻丸当中的这个黑芝麻，它其实对于我们的整个肾气的提升是能带来很大的帮助的。包括现代研究，这个黑芝麻当中含有很多种的营养元素，而且呢对于头发特别好。像很多经常喜欢吃黑芝麻丸的人他吃了以后他会发现这个头发原来白的地方慢慢的就不见了，而且头发会逐渐的变软。有些人头发特别的硬，但是你吃黑芝麻丸吃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头发变得越来越柔顺。而且呢，这个黑芝麻丸作为五谷之首，你经常去吃，它可以很好的被我们身体当中吸收，变为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能量之源。所以呢，古人就认为这个黑芝麻丸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肾气。肾气足了呢，身体就有力气这个腰膝盖自然会变得更加的强壮。同时头发对吧，其华在发，它的头发也会变得非常的黑亮。黑芝麻丸呢，我只要一到冬天，我自己就会吃。一般是怎么吃的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每天早上你冲泡一杯牛奶，然后呢再加上2颗黑芝麻丸，打开这个盖子以后从里面拿出这样的2颗，一颗是这么大，2颗黑芝麻丸吃到嘴里就可以了。这个黑芝麻丸里面不仅仅有黑芝麻，还有核桃桑葚黑米黑豆这些共同组成，所以小小的一颗丸子里面它含有多种的一些谷物，吃下去以后不仅有营养，而且呢你在嘴里面也会感觉特别的香糯，特别的可口。像经常去吃黑芝麻丸的人都有一个小习惯，就是这个小罐子它会随身带在身上，因为黑芝麻丸呢它能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即便有的时候你工作时间比较长，忘记吃饭了，你从这个小包里面拿出来吃上一个3到4颗，也可以给我们的身体补足能量。所以这个黑芝麻丸非常的好。
既能够在家里面啊当成早餐的搭配，又能当成零食，也能啊作为一个应急的补充能量。黑芝麻丸呢是分享给大家的，我把它放在下方的橱窗，有需要的朋友们啊可以去获取。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为。眼睛不好的人是越来越多了，特别是人只要一过了50岁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视力啊衰退的特别明显。有很多人啊，他50岁之前啊这个眼睛还是算比较不错的，但是过了50岁以后呢，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开始模糊了，特别是看一些小字啊，他非要把这个字啊拿得很远。眼睛要虚眯着才能把这个字啊看清楚，有些朋友啊没有办法，他要戴上老花眼镜才能把这个字看清楚。总之，生活当中影响非常大。那么我们说，眼睛为什么人一旦过了50岁以后就容易加快它的一个衰退呢？其实啊，就是很多人啊没有注意补充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维生素。这个维生素是什么呢？就是叶黄素，它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那么叶黄素它不仅对于我们眼睛有很大的帮助，还对于我们整个身体啊，包括心血管啊，包括抗氧化啊，包括一些炎症的消除啊，都能带来很好的帮助。叶黄素的摄入呢，一般啊是在蔬菜之中啊。就是比如说常见的像花菜啊、菠菜啊、南瓜啊，这些里面都是含有一定的叶黄素的。但是光靠食物当中的叶黄素去摄入啊，这个量啊是很难把控，而且你很难做到每天都吃这些蔬菜。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诞生了一种啊，叫做叶黄素片。这个叶黄素片啊，每天你只要像我一样服用1到2片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它是蓝莓叶黄素片。所以呢，吃起来是蓝莓味的。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叶黄素片有什么用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眼内啊有个地方叫黄斑啊，有很多人啊都是黄斑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叶黄素片呢，它能保护我们的黄斑，而且呢，对于一些光污染有很好的消除作用。打个比方来说，我们这个手机啊放的光是什么光呢？它就是属于一种污染光源啊。我们眼睛啊经常看着手机这种光，就容易伤害里面的一些结构。那么你经常去补充这个叶黄素片，就能很好的去保护你的眼睛。特别是你已经感觉你的眼睛啊进入到一个衰退期，这个时候啊你更要去服用叶黄素片。让你的眼睛啊得到更好的保护，而且呢，这个叶黄素片你经常去吃，你还会发现它有着很好的抗氧化作用，帮助我们缓解身体的一个老化。同时，叶黄素啊对于我们的整个心血管啊，对于我们身体有炎症都能带来很好的帮助。年纪越大的人吃这个叶黄素啊，可以说它的这个受益啊就越多。像我自己啊，对眼睛的保护是非常重视的，因为我每天对着电脑可能一对就大半天，而且现在手机用的频率也非常多，这些光你看久了以后，眼睛里面就会发胀，非常不舒服。但是我吃了这个叶黄素片以后我每天看着电脑，我的眼睛也不会有一些刺痛感，证明呢这个叶黄素片对眼睛的保护是非常好的。老粉丝们都知道像我平常给大家录视频的时候会戴一个眼镜，大家看这个眼镜是什么眼镜？这个是蓝光眼镜它是比较薄的一个眼镜，它不是近视眼镜，用的呢也是去保护双眼。但是自从吃了这个叶黄素片以后，我基本上对着电脑我不会再戴蓝光眼镜了，因为我吃叶黄素片以后呢，我感觉我自己的眼睛没有特别的难受，特别的干涩，所以这个叶黄素片我亲身体会感觉是非常好，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说感觉自己的眼睛衰退特别的明显，也可以呢选择跟我一样的叶黄素片，蓝莓叶黄素片，我就把它放在下方的橱窗，大家有需要的自己去获取。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为。颈椎不好，脑袋遭殃。咱们颈椎不好的朋友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头里面总是感觉发闷发胀，而且时常会感觉晕晕乎乎的。今天呢，我要教你一个骑法，这个骑法只要你跟着这个视频做上一遍，你会明显的感觉你的脖子活动起来变轻松了，而且呢，脑袋里面也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妙体验。这个方法非常的好用，所以大家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人。好的，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首先咱们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大家只要记住一句口诀，这个动作就会做了，叫做先拍脑门后捻筋。我把这个口诀演化成动作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先拍脑门非常简单，我们手伸出来，用手掌的上半区域我手画圈的地方去轻轻的击打我们的脑门，就这样速度不用快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声音，打出来的时候是非常清脆的我们做一个100下到200下，
每天轻轻的拍打啊，不要用劲啊，打出来这种脆脆的声音啊，不能说你打出来啊，这个声音发闷不行啊，所以我们轻轻的去做啊，100下到200下，做完以后啊。做的时候眼睛闭起来，你做完以后眼睛一睁，你会发现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啊！什么事呢？就是你感觉你的眼睛的进光量啊是一下子明显的增加，而且呢你会感觉你活动一下你的头脑，你会感觉你的头部啊非常的轻松。好了，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后面一个重点紧接着来了，后捻筋，捻的是哪根筋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把手啊，你看像我这样啊，做成这个动作，放在我们风池风府的中间，具体是哪里呢？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个位置，这条线啊，大家看到没有啊？这条线，我手指的位置。好了，我们把手就这样放上去啊，放在这条线上面，然后呢，我们去低头啊，来回的低头，先找点啊，我们把头往下低。低下去以后，你能明显的感觉有一根筋啊藏在深处，突然随着你的低头啊，它跳出来了，正好顶在你的手指上面。你们去感受一下啊，头往下低，没有的话，你就把头低的再深一些，啊，感觉到这根筋啊，它一下子蹦出来了。好，我们要找的就是这根筋。低头的姿势不要变啊，它让它完全的暴露出来，然后我们的手啊就什么呢？捻啊，左右的捻，从后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我们找到这个筋啊，把头往下低。好，我的这根筋在此时这个角度啊，已经完全的跳出来了。那么此时呢，我的手左右的去捻它啊，很多朋友啊一捻这个筋啊，发现这个筋又僵又硬，而且呢。就感觉这个筋啊还酸溜溜的啊，其实都是正常的啊。我们就这样左右反复啊做50下啊。做的时候啊一定要轻轻的啊，轻轻的啊，不用过于用劲啊，也不要过于速度过快，轻轻的左右有节奏的这样去捻动啊，就这样反复的去捻动啊，感觉这根筋啊它发出这种酸酸的信号啊。我们数一下50下，好。把这根筋给捻松了以后，这个时候呢，你把头啊抬起来，左右活动一下，啊，睁开眼睛感受一下，你会发现你的脖子啊就仿佛没有一样那么轻松，而且呢，头脑里面啊感觉空荡荡的啊，就感觉被放空了，非常的舒服。其实这个动作啊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大家只要记住了这个口诀，也就掌握了这个动作的精髓。像很多颈子不好的朋友们。包括这个头里面总是感觉发闷发胀，头脑里面感觉昏昏沉沉的，每天就把这个动作做一遍啊，它的好处你做完以后啊自己就知道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我建议大家把它收藏起来，同时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我认识一位89岁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啊腰背笔直，整个身体非常的强壮，他最爱的就是每天固定练习一个动作，一次练上5到10分钟，就是因为这个动作才让他的身体啊变得更好。那么这个动作叫什么名字呢？啊，这个动作啊叫做凌空拨掌。我有幸啊跟着他练习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每次我练完以后啊，我的身体啊都会发热，这个腰背部啊感觉特别的笔直，特别的舒服。今天我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做完以后感觉好的啊，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不要忘记了把视频收藏下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首先咱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的基础姿势啊，我们身体呢是自然站直，小腹向内收紧，然后呢我们把手举过头顶啊，非常简单这个动作，大家注意看我手上的姿势啊，手往后打开，你看我的胸口是不是往前挺了啊？手往后打开，手一定要折起来啊，做这个动作，你看，然后再往前去推，再往后，再往前。整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在无论是手往后还是往前，我们的小腹核心处啊，一定要始终的向内收紧。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动作完整的给大家演示一遍啊，大家看啊，来，1、2、3、4。就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会明显的感觉，手在往后的时候，我的整个后背啊，包括胸口啊，都是完全打开，后背有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发力感觉，后背绷紧，然后在往前送的时候啊，又是非常舒服的啊，我们就这样去做，做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这种感觉，特别是如果说你手在往后的时候，找到感觉以后，我们就要保持大概1秒钟左右，再往前推，好，就这样，然后我们可以配合呼吸，往后吸气。往前吐气，来吸，吐，
你看换个角度啊，来吸吐吸吐吸吐，就这样。我们每天做上一个20下到30下，你做完以后啊，就像我此时此刻啊，我感觉我的后背非常舒服，大家可以从侧面看一下。做完以后，整个人啊，感觉胸廓打开了，这个后背啊变得非常轻松。那么，如果你感觉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对你有帮助，请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然后每天打开跟着练一练。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这个视频的内容可以帮助到你。同时的话，也希望如果你喜欢，把它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肩颈不好的人，不要再乱揉乱摸、摇脖子了啊！找问题一定要找关键，我们肩颈上面的问题一定要找肩胛骨。为什么呢？因为肩胛骨啊，它其实就是我们肩颈的一个地基啊。肩胛骨如果说你没有给它一个稳定的固定力，那么我们的肩、我们的颈就会如同脱缰的野马，它不受控制。我给大家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小动作，大家可以跟着我来做，做完以后你就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啊。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双肩向后啊，你看就这样，双肩向后去夹紧。夹紧了以后，从侧面看啊，你看夹紧了以后，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颈椎啊，自然而然就恢复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之下。那么很多人啊，他的肩颈啊，长期处于一种什么呢？往前探颈啊，然后圆肩驼背，这其实啊，都是我们的肩胛骨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固定能力。所以呢，想要让你的肩颈好，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我们的整个肩胛骨的力量给它加强起来。那么肩胛骨的力量怎么去加强呢？我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小动作，你每天去做上一个100下到200下，你会发现逐渐的你的肩胛骨有力量了，你的肩颈啊也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好了，咱们话不多说啊，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好的，记得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不要忘记了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每天跟着去做。好了，我们现在来看动作怎么去做。首先呢，咱们这个动作站着坐着都可以做，但是有一个重要点，就是要把我们的小腹核心啊给往内先收紧。当我们的小腹核心收紧以后，我们开始做什么呢？你看，双手和我一样啊，这个大臂啊贴着我们的内侧啊，然后呢手这样夹紧，形成一个这样的姿势。从侧面看啊，你要发现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臂啊要和我们的胸口在同一平面之上。大家看啊，你千万不能出现这样。啊，你不能手往前，一定要在同一平面。把这个基础的姿势摆好以后啊，大家注意看一个细节啊，我要把我的手转一下啊，把我的手转一下，用我的手背啊对着前方啊，就这样。把这个姿势摆好以后，从侧面看，你会发现无形之中啊，你的整个后背就开始发力了，同时呢，你的胸口往前啊顶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同时你会发现我们的颈椎正在慢慢的回归到一个最自然的状态。好，我们把这个动作做好了以后，开始做什么呢？你看，向前啊，微微的向前，然后往后发力，好，往后去夹紧，夹着我们的肩胛骨。大家看啊，从后背演示给大家看，来1，好，到顶了以后啊，往里面夹，夹不动了，保持1秒钟。好，再来2，好，速度不用快啊，速度一定不要快。3，我相信所有朋友啊，此时跟着我去做的，都会感觉你的后背上面啊就开始有发力感了。同时呢，你会发现你的肩胛骨内侧啊会感觉特别的酸，特别的胀，有一种啊久违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呢，即便它很酸，但是你会感觉特别的舒服啊。你看，跟着我的速度去做啊，所有朋友啊做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速度过快啊，就这样去做。你看，错误的动作就是这样。我们一定要保持什么呢？向后到顶，保持1秒钟，缓缓松开，再往后啊到顶。保持1秒钟，缓缓松开，匀速的往后做，直到你做了以后啊，你的整个后面的肩胛骨周围这一圈都开始发酸了，都开始有强烈的感觉了。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即便这个动作我们暂时啊放下来不做了，你的整个后背啊就自然而然的就挺起来了，
根本都不需要发力，同时你的颈椎也会感觉特别的舒服啊。这个呢，就是把我们肩胛骨这个地基啊给它打牢了啊。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在家去做上一个30下到50下，总共做上一个100下到200下，根据自己的感觉来，一定要做到整个后背上面有发酸发胀的感觉。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脾胃不好的人不要乱揉肚子，没有章法的去揉是很难把我们的整个腹部啊给它揉通的。我今天教你一套道家的揉腹法，这个揉腹法你做完以后啊，肚子啊就会咕咕响，你会感觉有一股气啊在往下去走，而且随着这个气啊出来，哎，整个肚子里面啊非常的轻松。这套方法大家学会了以后，每天啊都要去做一做。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咱们这个道家揉腹啊有3条线，大家看好了啊。从2肋下来啊，分别是2条线，中间1条主线，我们就按照这个线啊去把我们的腹部揉开，手放在我们的肋弓两旁啊，放在这里。然后呢，你看画一个圆形，手指指尖朝下推下来啊，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是用我们的整个手掌啊偏向于大鱼际这一侧。你看我手画圈的这个位置，你看下来。好，下来了以后，双手折叠啊，然后呢，从我们的主线这里啊，位置可以高一些，往下推。你看，来2，好，再回到我们的起始位置1、2啊，这样去推。你看，最后一下啊是高点，一直往下推，推到低点。整个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在推的时候，我的整个身子啊做的是非常的板直的。我们在做的时候也要这样啊，你只有在身子做直的时候，你才能让这个气啊不好的一些气啊往下沉下去。好，我们来做1、2、3、4、5、6啊，慢慢的去推。推的时候一定要感觉啊，我们整个力量是沉下去的，千万不能浮于皮表啊！浮于皮表就是简单的这样去推，我们要感觉这个力量是往下往内去摁着去往下推啊！你只有这样啊，我们做着做着，你会发现啊，里面就开始产生了一些热量啊，发热了，而且呢，做着做着啊，肚子就开始咕咕响了。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去做上一个100下到150下，一般是推荐大家饭后30分钟去做。大家做完这个动作是不是感觉非常的神奇？但是我要告诉你啊，真正的核心才刚刚开始。这个道家的揉腹法，它其实呢是一个通法啊，就是把我们长年累月在脾胃当中不好的点、堵着的点，一些寒湿之气啊，给它先散出去。所以你做完以后啊，肚子才咕咕响。那么当我们的脾胃给它散过了以后呢，我们还要通过另一个方法，让我们的一些元气啊给补进去。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也非常的简单啊，人人家里面都有，人人都可以去做。我们准备艾绒1小撮，花椒6到7粒，再加上桂圆肉1颗啊，把这3样放在研磨罐里面，研磨碎了，加入适当的蜂蜜，搓成一个一个的小丸子。这个小丸子你别看它小，但是能量非常的大。你要知道啊，这个艾草啊可以温阳，花椒呢窜走能力又强，然后再加上这个桂圆肉啊，可以帮助我们补脾啊养胃。我们就把这个搓好的小丸子啊放在我们的肚脐当中，每天睡觉之前放，然后拿一个小封贴把它贴好。因为肚脐这里呢是我们在母胎当中啊获取能量的唯一通道，所以把它放在这里才能更好的吸收这个小丸子当中的一些能量。好，把它封好了以后，睡觉第2天起来直接把它撕开就可以了。这个方法我们只需要坚持49天，你会发现你的整个身体的状态啊越来越好，脾胃也越来越好。那么有很多人说啊，这个方法我原来听过，但是我自己没有时间去做，怎么办呢？没有关系，我在这里啊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啊正在用的成品，就是这个肚脐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养好脾胃。为什么说它好，给大家分享呢？首先咱们把盖子一打开，就能闻到里面很浓郁的味道啊扑鼻而来。这个味道啊越浓郁，证明里面的选材用料啊就
越真。我们从里面取出一颗已经做好的这个小丸子，然后再加上他送的这个贴纸，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可以贴在我们的一个肚脐当中，直接把它封盖好就可以了。睡醒了以后把它撕掉扔掉就行了。那么这里面的小丸子呢，不仅仅可以贴在我们的肚脐当中，也可以额外取出2颗贴在我们脚底的涌泉，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身体当中的阳气啊养得棒棒的。那么这个小丸子啊，我自己和家里面人都在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才来分享给大家。刚开始的时候我自己去贴，前面2到3天啊是没什么感觉的，直到第4天，我感觉这个肚子里面啊开始发热，就是由肚脐这一圈开始往外扩散，有一些隐隐的发热，然后到后面呢就总想着啊去上厕所，这个感觉啊维持了1天到1天半的时间，然后再连续贴，而后面这个感觉就没有了。你唯一能感觉到的呢，就是你的腹部啊有一种温温暖暖的感觉，就像升起了一股小太阳。然后每天啊身体上面就感觉这个力量啊使不完，非常的有劲有精力，吃进去的东西啊也不再是走一圈就出来了，而是能充分的消化吸收，这些都是脾胃一天比一天好的一个感受。这个肚脐贴，我的家里面人和我啊，只要在冬天3、9天的时候都会去用，因为在冬天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啊处于一种冬藏的状态，用了肚脐贴，不仅仅可以把我们的脾胃变好，还可以让我们的阳气啊被激发出来，身体啊变得更好。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我今天教给大家的这一套方法，一个是用来通的，一个是用来让我们的脾胃提升的，2个要加在一起使用，1+1大于2，让你的身体啊越来越好。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会甩手吗？一个好的甩手功啊，不仅仅能让你快速的打开我们全身的经络，更能够啊，你做上一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能让你的身上发热。有很多朋友啊，平常身体寒啊，身体啊也不爱出汗，通过我今天教的这个甩手功啊，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上面一阵一阵的暖流，非常的舒服。今天我要教你这个甩手的动作，3分钟就能锻炼到你的全身，而且你只要经常做一做，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啊也会越来越好。好了，话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到好的，一定要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动作转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动作。首先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动作，里面有太多的细节，大家一定要仔仔细细认真看。我从侧面给大家演示啊，你看我的腿啊是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然后手上的姿势很重要，你看手往后抓啊，就像抓着一个什么东西一样啊，注意看，然后我的手往后抬，抬到后面抬不上去的，往内扣一些啊，让我们的肩胛骨保持绷紧。把这个基础姿势摆好了以后，记住一个口诀，就是手背始终向正前方。你看此时我的手背就朝着正前方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脚后跟抬起，身体重心向前，把手往上举，举到最顶端的时候，你看我的身体像不像一张被拉紧的弓啊？这个弦是绷紧的，然后我们手要转，你看手这样一转，转过来，手背朝前下落，落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往后压，所有的力量集中到我们的后腿，好，回归一个自然状态，再到我们的起始姿势来走，1，走快一点，2，3，4，你看身体是往后压，压到后面以后，自然的你看落下来，啊。它这个落啊，你根本不需要用很多的劲啊。很多朋友啊去甩手的时候，我经常看到很多朋友甩手这样甩，啊，这样甩的话呢，你的这个力量根本达不到，没有一种这个力量一下子下来的感觉。你按照我这个姿势去做，你会发现你这个力量是贯穿着下来的啊，就一下子就卸下来了。来，我们再把这个姿势再讲一下啊。你看，手这样啊，这个基础姿势像抓着一个东西往后抓着东西一样。好，来，整个人啊呈这样的姿势，来，脚后跟抬起，手往前，把我们的手送到头顶以后，往后，整个人绷紧的转手腕，手背始终朝着正前方，然后身体往后，手顺势下沉，吐气啊，来，再来。啊，正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你看，来，
大家注意，在空中手腕要转，落下。啊，这个动作啊，你做的时候是非常考验你的这个力量的，因为什么呢？它的柔韧性啊，需要你非常的好，你要整个人完全打开以后，你这个力量就能一下子下来。如果你做的时候，比如你的身体非常的僵，做完以后打不开，你会发现这个力量甩下来的时候啊，是在某些点啊就被卡住了。不过这样也没有关系，因为你身体啊打不开，你的经络可能不通。但是随着我们每天进行练习，逐渐的把我们的身体打开以后，你再去做这个动作，你会发现啊，就是特别的酣畅淋漓，整个身体做完以后特别的舒服。特别是你做完以后3分钟到5分钟的时间，你会发现你全身热起来以后啊，你这个身体啊灵活度啊，包括打开的一个程度啊，都会非常的高。然后呢，我在这里啊给大家一个小建议，比如说我们做的时候啊，你看刚开始我是左腿在前，右腿在后，然后我们做上一个30下以后，我们把这个步伐再换过来啊，也一样的。也一样去做，只是换一个步伐。好，这个动作啊就分享给大家了。我前面讲的细节啊是非常的细，因为这个动作你如果不抓细节的话，只是简单的去做，你是达不到这样好的一个这个非常好的帮助的。你必须要把整个动作啊它的一些细节全部抠进来啊，仔仔细细认真的去揣摩这些细节的用意，你才能把这个动作啊给它发挥到最好的一个状态。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冬天你一定要去泡脚，这个啊是96岁的一对长寿夫妇啊，他们告诉我的养生长寿之道啊。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啊，是对于我们整个心血管考验最严酷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血管它是有一定的收缩功能的。你看，假设这是我们的一个血管通道，那么很多人呢，它是有一定的小的斑块的啊。比如说这个就是我的手指啊，我放在这儿，大家能看到啊，这样的。那么血流从这里走的时候啊，其实没有什么问题，这是正常情况之下。但是很多人啊，他天气一冷，他的这个管道会怎么样呢？逐渐的就缩进来了，你看到没有？我同样的点是没有变的，大小没变，但是管道它怎么样了？管道它变窄了，就会导致一下子啊堵了。它只要一堵，你的身上面啊就发生问题。所以在冬天，很多的中老年人啊都受不住啊，身体上面各种问题频发。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把我们的双脚给它保护好。我们的脚非常的神奇，这个脚上面它其实是我们身体上面的缩影。你看脚上面啊，包含着我们每一个器官在脚上面都有一个全息的反射区，而且脚上面啊，只要一暖和了，你全身上下都会感觉特别的温暖。所以呢，这一对96岁的长寿夫妇啊，就告诉我，冬天一定要泡脚，这也是他们长寿养生的一个秘诀。但是这个脚呢，不是说你简简单单拿一盆热水啊泡一下就行了，一定要用温胆汤。温胆汤是什么呢？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温胆汤。温胆汤啊，它被誉为啊千古一方啊，来自于千金方当中。那么当时呢，孙思邈啊就拿这个温胆汤啊去调脾养胃，而且温补阳气。所以呢，温胆汤用来泡脚是最好不过的。在冬天，我们的阳气啊内收内藏，此时呢就需要用温胆汤，它这个药的一个效力啊，把我们整个里面的一个经络啊给它激发出来，让阳气啊给它挥发出来。我把这个袋子打开，大家就明白这个汤是什么样子的。我自己现在和家里面人，包括小孩，每天都在用，就是这么一小小一袋。我们一般呢自己泡的话是2袋啊，2袋，然后用泡脚桶啊把它没过我们的一个啊足踝上方，最好啊是在膝盖下方，我手的这个位置，2袋全部放进去。然后呢，这个水温大约是在42度到43度，手放进去以后呢，有一些微微的发烫，这个温度啊是刚刚好的。我们这个温胆汤呢是袋装的啊，它是直接把中草当中的精华给它凝聚成里面了啊，就是经过制作，它已经成为精华，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袋子撕开，倒在泡脚桶当中，就能充分的把里面的精华成分啊，通过脚底啊灌入到我们的周身诸脉。这个温胆汤啊非常的厉害，
你在泡脚5分钟左右的时间啊，你能感觉到这个热流啊，顺着我们的脚底啊就开始往上去涌，到我们的小腹呢会形成一个小火苗，然后往四肢散开，额头后背会出汗，而且泡完以后你会发现整个身体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就特别的有力量。这就是温胆汤的一个效力。我自己和家里面人已经连续泡脚泡了1个多月。现在大家都知道外面的环境非常的差，很多人都已经不戴口罩了，但是我们更应该自己学会保护自己。像我和家里面人泡脚泡了这么一段时间以来，最大的感受就是你自己身体上面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每天都感觉手上和脚上热乎乎的，就感觉全身的这个经脉全部都打开了，非常的舒服。这个呢全都是温胆汤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帮助啊。所以呢，我在这里啊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说年纪比较大的人，一定要记得冬天每天晚上去泡脚，而且呢，你泡脚还有额外的好处，就是你在睡前30分钟到40分钟去泡，泡上个10到15分钟以后，你再去睡觉，你会发现你的深度睡眠时间啊变得更好，更容易入眠了。这些都是泡脚给我们的身体啊带来实在的一个反馈。所以呢，今天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我也把这个温胆汤的一个精华，也是96岁这对长寿的夫妇啊分享给我的温胆汤，放在了我的橱窗当中。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下方的橱窗啊进行获取。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是不是经常感觉自己的腰部啊紧紧绷绷的啊？摸一摸自己的腰，发现上面有2根筋啊，又粗又壮，而且呢自己的腰部啊平常还怕凉，还不能受力。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的话，那么今天啊我教你一套动作。这个动作你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腰部啊就像没有了一样那么轻松，而且呢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也能把我们腰部一些僵紧的筋啊给它拉伸开来。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如果你喜欢的话，一定要记得把它收藏下来，同时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你的腰部有拉伸感，感觉腰部变舒服的，记得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好，咱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动作的基本姿势啊，双腿把它分开来，小腹要把它收紧，然后手在前面啊环抱住，你看手是这样扣起来的啊，就像抱着一棵大树一样，把它抱好啊。那么此时呢，我的姿势是这样，你的双膝啊可以微微的弯曲，腰背部啊小腹一定要收紧，整个腰部啊一定要保持一个绷紧的状态。把这个姿势做好了以后啊，大家看啊，你看转身啊，腿不动啊，转身。转到你的极限，你看我转到这里，我转不过去了。好，这时候怎么办呢？哎，手给它旋过来，看到没有啊？这样旋过来以后，我们往前推一下，好，回，再给它回到我们的一个正位。好，这个时候再往另一侧转。好，你看转不动了以后，我们把手旋过来，啊，旋过来以后往前推一下。你会感觉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有一种被强烈的拉伸的感觉。原来一些堵着的筋，一些不通的地方，通过这个动作，你能感觉它这些筋啊是在绷着，但是做着做着，这个筋啊慢慢的它的力量就松了。好，我们继续来做，你看转到这里，我转不动了。好，我手你看这样拉过来。啊，就这个动作一做，它整个腰部啊就全部给伸展开来了，你就能感觉到你这里啊有一种强烈的伸展的感觉。好，我们把手往前推一下，哎，这个感觉就更强了。好，回，整个过程当中啊，你不用快，就慢慢的去做啊。你看，就像我这样来转一下，往前推，哎，然后再回，啊。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啊，我们的腰部啊，你看我无论是往哪一侧转啊，这个腰部啊，它都是啊，从侧面看，它都是保持一个直立的啊。你千万不能做的时候一做啊，这个腰部啊就没有劲了，就搭拢下来了啊，就不行啊。腰部保持直立啊，小腹收紧，腰部的直立的核心就是你的小腹始终保持收紧啊，然后慢慢的去做，动作非常的柔和啊。不用去担心做的时候啊，对你的身体啊，比如说啊闪着啊不太好啊，动作很柔和，我们就这样去做啊。左右算一下，我们做完6下以后，好，这个时候站直，活动一下你的腰。
你会发现原来紧的地方，原来在某些地方活动的时候会有些咯噔响，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做完这个动作以后，这个腰部一活动，感觉就特别的轻松。这个呢，就是我今天教给大家的一个非常好的锻炼腰部的动作。如果呢，你的身边有一些朋友腰不太好的，特别是年龄稍微大一些的，你就让他去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的温和做起来的时候很温和不用去担心你在做的时候对自己的身体带来某些损伤就是缓慢的去这样把动作做好。好，就这样，每天没事的时候去练一练让自己的腰部通过这个动作得到一个很好的伸展，你的腰部就会轻松下来。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把视频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同时，如果这个动作帮助到你的，一定要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湿气越重，身子就越弱。但凡是长时间被湿气所困扰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而且湿气特别的粘人，就是一旦湿气缠身了以后，你想把它去除你会发现特别的困难。很多朋友反馈都是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最后这个湿气就是牢牢的留在体内，它去除不干净。这个是为什么呢？其实咱们要知道湿气的特性它是喜欢往下沉，而且呢，湿气喜欢去附着在我们的一个五脏六腑当中，所以呢，湿气重的人它会干扰我们的一个五脏六腑的运化，导致我们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差，而且呢，经常没劲犯困。所以你了解了湿气的特性以后你就要知道了，我们去除湿气一定要从脚底这个大本营开始入手。古语当中有一句话说的就非常好，叫做湿气喜聚足底，泄于涌泉。涌泉通则阳气生，湿气泄；涌泉堵则阳气散，湿气聚。所以呢，想要把我们的湿气从体内去除干净，一定要把脚底的这个涌泉给它疏通开来，同时这个脚底要给它护理好。你会发现脚底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当我们湿气长期聚集在脚底以后你身体当中的气血循环只要经过脚底，都会沾着湿气带上来。那么此时呢，你哪里堵着了哪里不舒服了，湿气就愿意留在那里，然后导致了我们今天不是这儿疼，明天就是那疼，这儿刚好那又开始不舒服了。其实根本的核心就是要把脚底的这个涌泉给它疏通，让我们这个湿气能从脚底的涌泉给它出去，开闸放水，这样的话呢，才能一劳永逸的把身体当中的湿气给去除。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在涌泉上面下功夫把湿气从脚底抽干净。我现在把这个方法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蓝湿足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去除身体当中的顽固湿气。为什么这个蓝湿足贴这么厉害呢？首先它上面这个扶阳七君子非常的有用，给大家读一下老姜、艾绒、桂圆、花椒、桂枝、当归、丹参，这7样组成了这么一小包的扶阳七君子。这一小包每天晚上就把它贴在我们的脚底把它贴在我们的涌泉上面，然后呢，它里面的能量就能通过涌泉进去，把湿气给它抽出来，把阳气给它打进去。那么阳气呢，从脚底进来以后呢，就会逐渐的往上走，慢慢的你会发现湿气慢慢的就排没了，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而且身体越来越有劲。我自己是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所以来给大家分享这个蓝湿足贴。我刚开始把它撕下来的时候我自己都万万没想到我身体当中居然残留了这么多陈年的湿气大家看一下这个上面是黑乎乎黏稠稠的一块，这些其实都是我身体当中残留的湿气，通过这个足贴把它吸出来了。那么随着我每天都去用，坚持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再把这个足贴撕下来，上面就变得清清爽爽的，同时我自己能感觉到身体当中的湿气没有了，我的运化能力也变好了，我的整个身体也变得更加强壮，更加有劲了，而且我的精神状态也变得非常的好。其实湿气只要一没了，浑身上下就会清清爽爽，特别的自在，特别的轻松。这个呢，只有你去除湿气以后你才能体验得到。今天我把这个蓝湿足贴就放在我的橱窗下方大家有需要的可以自行去获取。这个方法在冬天去用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去除湿气以后，你就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是多么的轻松。我是大为，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